半年前就可以打击了，所以那时候越南警方去打击了，泰国警方去打击了，中国警方打到不要打了，然后我就跟台湾讲说，要不打，你只要出面就可以打，不出面。所以一度金三角经济特区8万多名电诈人员，剩下不到1万多名，全部都台湾盘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台湾不抓，他们园区的反人口买卖专线电话贴在墙上，欢迎打电话报警，尽量打，打了所有人看着，叫这小朋友挖铲子，挖3米高，腿打断埋掉，就是这么做事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关心静怡女大生的事，不过我还是要照顺序讲哦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境外处理一些这些的案件，我个人处理台湾中南半岛4个驻外馆所有人口贩运案，那我既然这是一个记者会，我就照顺序讲，我分5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实际上台湾去年被骗的钱是超过1000亿的，台面上的，台面下的还不知道哦，那个数据是假的，12倍，相差12倍哦，你去问刑事局。哦，第二个事情是境外的案件远远比境内多。第三个部分是虚拟货币远远比法币来的多。第四个事情是人口贩卖跟电诈是捆在一起的，我等一下会去补充。第5个就是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好，我一个一个说。我其实很认同刚陈委员讲的哦，就是说我现在要揭露，所以他的数据比较，所以其实我们说哦，看到政府公布的数据说今年变很多，不是的，它一直都这么多，只是它从来没有改善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处理。为什么我们不处理？因为我第一不确定政府是不是真的想处理，第二是有没有能力处理，第三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？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围绕在一件事情，就是属于法币以及境内的部分，这个在我们的案件处理当中根本不到2成。也就是说，就算防堵做到100%，我们花那么多钱下去，你只能阻止2成的诈骗，你不划算的。哦，那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是境外的部分。目前金三角经济特区辽国在打击，这里是诈骗台湾盘的大宗，我们已经查过 IP 了哦。在半年前就可以打击了，所以那时候越南警方去打击了，泰国警方去打击了，中国警方打到不要打了，然后我就跟台湾讲说，要不打，你只要出面就可以打，不出面。所以一度金三角经济特区8万多名电诈人员，剩下不到1万多名，全部都台湾盘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台湾不抓，最后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跟警方说，那你给我一笔资料就好，你速发部也好，你刑事局也好，警政署也好，你给我一笔资料就好。里面的台湾盘，因为是台湾人骗台湾人，所以你给我一笔资料，我把它打掉，一笔都没有。哦，所以现在还是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击了。我在境外是有点背景的哦，等一下这个可能不方便直接说，会后可以说一下。所以我们就把它打了。现在那些结果呢，跟驻外馆联系，驻外馆只要求我把他们带回台湾，然后到机场，如果他不是通缉犯，他就放了。事实上，刚刚说很多东西在困境在外头。今年9月9个国家大使的会议，而且还是我安排的，连接缅甸2个明第5将军会谈。我说，因为是我主持的，所以我可以让台湾加入。请问你要不要来？不来。目前所有人口贩运案，你看到最近新闻的，就是包括那个屏东的那个18岁的那个同学啦，那已经回家了。然后那个什么刺青女啦，然后什么苗栗女啦，哦，这几个。都是克伦邦教课村太仓园区，盛天集团，永前公司老板小武，他的电话我还有，哦，我们都知道。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集团，竹联邦育人会会长龙哥，我们都知道。哦，可不可以处理？可以处理。为什么他们会跑？为什么那边现在会变得不能处理？因为为什么去年6月底的时候，警政署的人口贩运专案结束了？因为台湾案子好像少很多了，不是你们做的，是我做的。因为过去台湾人主要去柬埔寨、金三角跟妙瓦底这3个部分，我们协调完了，协调完以后就没那么多事情，他只要志愿者。我们的解决方法，我们不是阻止人家出去，而是让人家不敢买。你敢买台湾人，我就有本事免费拿回来。我有本事免费拿回来，你会亏本，你就
做不下去，所以整个克伦邦不要台湾人了，柬埔寨报个警就出来了。那金三角精英特区我的管区，我还可以抓人，我还帮中国警察抓人了。哦，所以这根本就没什么事情的事情。问题是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军区的时候，此时此刻这境外问题是什么？那里是克伦佛教军管区，民主克伦佛教军，那怎么处理？我说你今天驻外馆给我一个文书，你不敢直接发到明第五，怕介入国际法，你发缅甸政府，你给我一份，我就去谈。不好意思，还压在亚太司，亚太司从来不准了。哦，就他们 ，sorry 不能讲脏话，就亚太司。好，那继续说，所以这境外的部分其实没那么困难，你要对接各国，印度好某个国家的副国务卿，请我去跟当地明第五协调事情。某个国家大使请我们协调事情，连中美，天哪，好没关系，连一些很大的国家都请我们协调事情。可是台湾不好意思，现在在当地人家认为我是中国人，台湾为什么？因为台湾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资源，我不是说钱哦，你有给我授权呢？我可以代表台湾去协调事情吗？台湾真的重视这些事情吗？那为什么回来人就放了呢？哦，大家只为什么？所以我实话实说，各位媒体朋友，你们救的人远远比台湾政府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报以后才会丢到我这边来说很急，然后我们把它处理掉，基本上都这样的。你媒体救的人远远比我们政府多，因为我们不在乎。那我就串一下顺序，然后开始讲静怡讲人口买卖情况。静怡女大生其实根本没去伦敦，那个说是要去伦敦，只是说要去仰光转机，从曼谷转机，那个要去伦敦，没这回事。他从头到尾都是在仰光入境，到仰光入境那一瞬间，我们就知道他要到缅北，因为如果是缅甸的其他地方，克伦邦他会飞泰国，那大其力他也会飞泰国，只有往缅北他会走仰光，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下，因为所有台湾人的案子都在我手上，都在我手上，所以我们问了一下，我20分钟就报回去说我们找到人了，找到人了以后，问题是过去在柬埔寨人口买卖的情况是。公权力不执法，你公权力不执法，我想办法让你执法就行了。克伦邦的问题是没有公权力，他警察跟移民局是空的，那没事，大家谁有枪谁说话，我找军队也可以处理，也可以处理。那缅北很难做的原因在于公权力自己就开园区，所以军队开园区，警察局长开园区，政府自己开园区，你怎么做？所以你会在柬埔寨的盘口会跟你讲说，你不要报警，你报警没用，我们跟警察关系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报警有用。你在克伦邦，他会说你找军队也没用，我们跟军队关系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找军队有用。在缅北，静怡女大生的男朋友，他也是我救的，我救了他一次。他在他面前，他们园区的反人口买卖专线电话贴在墙上，欢迎打电话报警，尽量打了，所有人看着，叫这小朋友挖铲子，挖3米高，腿打断埋掉，就是这么做事，就这么玩。所以不好做，最后是透过一些关系，我们找到果敢4大家族的大公子，其中一个家族的大公子去跟另外一个家族协调，要一个人，要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女生说她的男朋友不走，她也不走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而且那时候哭哭啼啼不肯下楼，最后是园区拿电棒出来说你再不走我要电你，她只好下去，因为她让果敢4大家族其中一个家族的大公子在楼下车上等了1个多小时，想走都不肯走然后最后没有办法，请他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帮他买好机票，问他说你想上飞机就带你上飞机，你不想上飞机就不行，然后他坚持要回去。好，坚持要回去这件事情就先放着了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去年10月20号10月27号那个果敢打仗，果敢打仗的时候，整个果敢有300多个台湾人出来了，因为一个盘口都不能剩，我们甚至还协调了魏家投降那个在这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这些人在街上，当时候有宵禁规定，因为有宵禁规定，他晚上6点之后只要出现在街上，缅军的标准做法就是先抢劫再枪毙，合法。你违反宵禁规定啊，你根本不可以在街上啊，这里在打仗，你在这边干嘛？我怀疑你是间谍。所以这300多个台湾人，我把他们安置在酒店、赌场、医院、难民营，平均一个人一天的花费是800块人民币，我本人在养。然后
我们想办法把他，那时候还没有想办法把他送回来，我们就先跟政府通报，什么单位就不讲了，说想怎么处理。他说，大官啊，我们现在认定这些人是涉诈人员，不是受诈人员，所以他有本事到仰光或泰国我们就处理，不然我们不处理。我说，可是以色列打仗，全台湾帮18个人搞包机，我们也没有去查他有没有前科啊，而且这个已经不是诈骗问题，这是战争撤侨的问题啊。那你真的不处理，那就只好走中国，因为当时在果敢老街打仗，就像阿富汗战争一样，你要离开阿富汗，那时候偷渡出来的是很贵的，一个人送仰光要45万人民币啊，很恐怖啊。那不然你政府就养着嘛，不然怎么会我来养呢？一个礼拜花几十万掉，很硬啊。然后养着也不对，那不然的话，你政府不养就把家属退给我来。这又是最近升官的一个警官我们那时候就说我有家属联系，我不能交给你。我说为什么不能交给我？因为如果死了怎么办？我死了就死了啊，那边打仗啊。但是现在我讲着他，我如果不协助的话，我不帮他处理，他会直接死啊，丢到街上他会直接死掉，他不管。我说可以这样子吗？他说可以，就是他们不想担任何的责任，导致什么？导致说好了，我们就不给面子了，因为我可以让他走中国回来还不被关，我可以的。去年6月就6个，而且当中中国还帮我们查完所有的资料，交给两岸科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没有查，机场就放了，为什么？到时候叫公安过来作证嘛，法院很难看啊。所以但是办一次性台胞证，先北京同意过来，我们可以做这个事的。但是今天几百个台湾人在那个地方，我根本每天写笔录，写到饱了，没多久又20个出现在中国国门。不好意思，台湾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国国门自首入境的。为什么中国会收到一些人？是因为佤邦他不了解，你不了解说，这个台湾中国，所以他就直接送，那中国也不解释，就直接收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想自首都不行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协调了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，走中国国门进中国，从昆明飞回来。但是台湾不好意思，不能进，那怎么办？而且政府也没有表态，我说那不给面子啦，我们协调之后，全部比照中国人民自首，所以关到现在才慢慢的回来，因为这属于叫异地审查，在中国。最近慢慢回来了。那金怡女大生那时候就怀孕了嘛，怀孕了很快，她几乎没被关几天啊。她没被关几天，所以就待产，待产之后由她舅舅是大陆人，所以就在上海待产。那个这时候差不多要回来了，回来没我不知道，但这过程当中还有个插曲，因为她手机被那个果敢东城警局扣了，还过来跟家属勒索，然后我们还去对接骗子骗子，我们就没帮他省了一点钱。然后这种家属都是这样子啦。就当初还想行贿中国公安了，吓死我了。说可不可以早点回来？还有这种事啊？那不管他了，反正就是最后是进去了，没有关几天，然后没有事，他就不联系嘛。我有他电话，我不敢给了那个有他照片，有他实际上的情况。那最近这一批台湾人轻罪的，没什么事情的，问完了，因为他也不想收，绝大多数已经大概在像12月16号要再回来一批，就是慢慢的回来。那个。比较重罪的，像她男朋友这种，她男朋友是当初从 KK 跟她要40几万，然后我们去协调，1块钱不用付可以走，她连过河的钱都没，因为过河就是偷渡嘛。结果怎么办？结果她说什么？她姐姐要帮她安排，她男朋友结果要帮她安排以后，她上错车就被卖了。然后卖了以后，我们派车去拦截，她上错第2次车，一心往果敢去。那要去你就去吧，那去了以后就很难救。然后后来现在也在中国，但她涉及拐卖。中国的拐卖妇女儿童罪10年以上重罪，因为是境外，再加上他卖了中国的未成年人，加上他奸淫经营女大生，中国认定是奸淫所以他可以被枪毙的，而且3人以上，所以他看着吧，应该不会要他命。那现在就是人口买卖是这样子人口买卖跟电诈是捆绑在一起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台湾人骗得动台湾人，这是中国盘口他们老板讲的，你们台湾人太难骗，我要尊重我们的祖师爷。只有台湾人骗得动台湾人，所以他们找台湾人去骗台湾人。当中第一梯次的人95%是自愿的，我有这数据。我跟你讲，我还知道他们的背景，等一下教授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就是95%是自愿的，问题是这自愿的会骗不自愿的去，然后去到那边就来骗台湾人，然后台湾的钱就一直洗出去。所以什么？就你不处理他，他就来处理你，而不是说这些人最好死境外就好了。没有啊，我们的钱一直洗出去啊。所以。
这个部分，可是这个部分，坦白说，这么多预算干嘛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好。驻外馆，如果家属今天我救了一个人出来，丢在泰国，家属想要协助他叫个车，必须要驻外馆代垫费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有家属驻外馆秘书啦，私下协助他给了台湾账号，结果发现那是诈骗款。他们本来就有问题，没错。但是那政府为什么不过去搞到人家自己亏了钱？后来就全部走驻外馆的账户，但是只能因为泰国账户，你只能够用跨境转账三天。不好意思，政府没有这个机制，说我看到单据就可以先拨款，必须要驻外馆的长官先垫付，他才能做这个事情。哦，那更不要说什么，然后结果导致变得很麻烦。你不是说有预算吗？那怎么会这么回事？菲律宾总统是直接说，我们现在拨一笔预算，我们要把台湾人把他们的国民搞回来，但是尽量不付赔付，请我们协调。印度也是这么做的，印尼也是这么做的。印尼现在此时此刻在妙瓦，可以讲吗？在妙瓦底，希望我对一些将军，但是我来参加记者会，我觉得这边比较重要，因为我台湾人。可是他们已经觉得我是中国的人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处理太多中国的案子。那为什么处理不了几个台湾的案子呢？因为台湾给我们资源是比较少，这是资源，不是资源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们自费搞反诈，我们自费搞救援，我们自费搞外交，我们自费搞情报，我们自己抓人。为什么要我们帮你抓？我也帮中国警察抓人，没有错，抓红通，我明天还要抓一个红通的。可是我们有本事，你不用管那么多，你可以核实，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。但是而且我们也不要钱，但是你该有的文书要有，你该做这些配合。那驻外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驻外馆是不能做事的。第一线只有驻外馆，你们这些所有的上面的那些预算怎么编？他最后就是丢掉银行，叫银行做，然后丢下来叫驻外馆去做。那驻外馆能做什么？他也没证据，也没什么，大家就很难，大家很痛苦嘛。哦，所以人口买卖是这么一回事。人口买卖，台湾人的比例，刑事局没这数据，我有这数据，95%是自愿的第一因子。接下来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？我很认同教授刚说的，这些背景我有数据的哦，因为台湾人几乎都我带回来的。90%以上是脆弱家庭，基本上就问题家庭了。OK， 接下来才是失学、失业、负债、少数群体，比如性少数或者是孤儿、身心障碍、原住民，这是第2因次。第3因次才是所谓的正头、8大行业、帮派分子或干嘛。哦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台湾以前治安很好的因为帮派养不起小弟嘛。那你现在帮派收进来，第一时间就往境外丢，哦，没有钱你就自己骗，我还给你个权利让你去打人或干嘛，投名状。那这些练股，那有些人混不下去要回来还要付钱，你没有办法帮公司赚钱，把你卖掉你还无怨无尤哦，所以是人家觉得很合理，是我对你好你不知道珍惜，所以什么最后像练股一样。带回来的是东南亚黑帮的文化，所以什么台版柬埔寨以前有听过吗？那种把人家束带绑起来的没有嘛？这些事情东南亚回来的东西啊，你不处理他就来处理你啊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因为台湾有2层社会安全网，第一层是政府，它是破的，政府的社会安全网是破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不解释了，就是破的。好，第2层我们称呼叫做畸形的社会安全网。什么叫畸形的社会安全网？就是这些灰产、8大行业或干嘛，他真的接正头，他真的接起了一些人，起码不用流落街头。可是它有很大的副作用，它是对社会的一个副作用。好，疫情的时候，人口买卖开始，我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，不过这不是我们台湾关注的焦点，那是中国的焦点。疫情的时候，这些活动，帮公庙活动、KTV 的活动、酒店活动什么，全部都停掉。然后政府说我可以纾困贷款啊，对，但这些人劳保都没有，你怎么借啊？所以这些人开始负债度日，负债度日没有关系，我们封城没有很久嘛，半年1年而已。那如果他家庭状况回到第一因次，他的家庭关系还可以，那坦白讲道个歉，家里支持一下，这就过了。但是他们都是问题家庭的，超过90%，所以先卖自己的本子，本子是因为要有原因去卖，不是说失业，先卖本子，再把自己给卖出去。对，没有错，你自己卖自己也是人口买卖，也是干嘛？对，没错，但是大家也来添麻烦嘛。你自愿干诈骗，没有自愿被打，为什么人家说哦是只有黑园区才收人吗？不是，是只有黑园区才搞人口买卖，不是，是只有黑园区他们不想待。那过去很快乐的搞诈骗，他就做了嘛。
像是之前不是有上新闻，有一个19岁的举重国手，那我去年10月20几号从大其力救出来以后，出来了以后不想回国了，跑去那个金三角进去干诈骗，后来又想走，现在困在里面，我不救他。但是呢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他们要去柬埔寨了，因为我现在在打击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台湾盘，打了，他公司全部都停摆了，可是这些人。只要有护照，他可以离开台湾，也没有去追究，没有干嘛。那这些人，台湾人回到，不管是境外其他政府送回来的，或者他自己回来的，除非是通缉犯，不然机场就放了。你没有任何的机制，但是你其实可以做的，你可以做禁管，你可以做很多条件，你有方法可以做。你要拘留他，你总是有方法的。包括什么？上次那18岁的那2个屏东的高职生回来了，没几天就回来，只是我们低调处理，因为盘口的要求，台湾人的要求。对，所以，但是回来以后还是被带走，为什么？他本来就有案子嘛。那如果他本来就没有案子呢？没错，他就放了。但这个人难道是好孩子吗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我们其实做这些事情在自保了。好，然后接着讲虚拟货币。虚拟货币是这样，现在绝大多数案子是虚拟货币。这2年下来，慢慢跟执法单位协调，已经有一些进步了。就是以前他们听到虚拟货币，第一他就推，科侦队也推，而且他故意态度很差，因为他想把你吓走你。派出所也一样，他不懂。那时候只有调查局有反洗钱的软体，但是他只查2000万以上的案子，然后刑事局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还帮了忙。那时候是另外一个委员，是时代力量那个叫什么委员？之前新竹的那个律师委员，我们协调后，刑事局拨了1200多万的预算，就给了刑事局。然后也没办法做什么事。那这些很多东西并不是什么境外的关系，或跟公司 Facebook 整天开研讨会反诈的，邀请你们过来，在全世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曼谷每2个礼拜都有个研讨会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 Facebook 大家有在交流嘛？泰达币 USDT 的团队是台湾团队啊，它是美国投资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有没有办法拿回虚币是可以的。那我同时在教刑事局做，这是真6真7。因为就是只要证明这是超过1半的那个最终端的那个洗钱账户，因为虚拟货币其实反而比法币好追，它也跑不掉。证明它里面1半以上是那个诈骗资产，直接把它注销掉，它泰达币发回来钱，有过这案例了，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，不会像以前要找交易所钱，然后还要证明，而且现在司法已经改变了那个法律的，就是那法律解释的那个惯例，而不是法条。然后大家可以认定在没有加害人的情况下，认定这个是钱包就把它拿回来，所以这些事情都在进步。可是这不是政府花最多钱、花最多力气在处理的地方，这些东西变成志愿者来做事，包括什么？刚说我们境外网站干嘛？很简单，有一个志愿者做什么事？每天全世界每天大概会产生10万笔的网站，你把那些关键字 key 进去，然后一个一个打过来看，其实花一点时间。165是跟这样的单位合作的。这是土法炼钢做的，政府也没出1块钱，那可不可以做？当然可以做，你书发不可以做啊。那我们今天要盘口资料，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们今天你政府如果想有在救人，你政府如果有在救人，你应该会知道里面的资讯，你没在救。你政府如果想要打击，你应该知道盘口情况，你也没在找，一笔都拿不出来。所以反而是什么？马来西亚的骇客帮我害了一堆资料出来，虽然它很混乱，我们还可以找，还可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就是。所以最后一点，我们就讲说决胜于境外，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被境外一直轰炸，虚拟货币不管是虚拟还是境外的电诈集团、电诈园区，这里面还结合台湾人，我们就架好防御，给人家站着打，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的，你就挨打而已啊。那其实你可以去抓人家，你可以打人家，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。我跟你讲，瓦邦要来台湾了，我安排的啊；克伦邦要来台湾也是我安排的啊，不好意思，政府不接触啊。你可以非正式接触，你也不接触啊。你可以非正式参加几个大使，不是大使馆的会议，你不接触啊，你根本就没在干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授权，不能做错事嘛。做外馆很辛苦啊，他当外事警官，大家都恭喜的。可是我今天要做错事，亚太下出了任何问题，是他要扛，做好成功了对他没好处，做错了他们要背责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符合什么叫考试领导教学，所以他们就每个都回来的人就要那个登机证，我后来都不解释了，我就把登机牌发给他，好，这算你救的，报回去，优良公务员，是这样的。去年台湾有12个优良公务员，有2个是跟这个有关系的，2个案子不是我做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执法单位你们做，那我们现在也有关，我们想帮忙，那你要让我们好做事的，所以
我们觉得说政府你有很多方法，还有在讲跨部会的小组早就有了。当初在苏院长当院长的时候，罗秉成在当发言人的时候说我们跨部会整合小组有，我说那我跟谁联系啊？刑事局国际科，我说你可以整合到什么社家属卫福部，说而已啦。那个，所以我们想帮忙，但是帮的忙是有限的，取决于人家怎么样。人家在台湾在境外国家的面子是很大的，你不要觉得说没有人尊重我们，是你根本没去试，你一个函都不发。这个函不一定是要说服政府做事，其实底下可以运作很多事，但你为什么不做？我就觉得不懂啦。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困难。然后，那经营大上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问，因为我讲的比较快。那我知道他的所有的细节，然后，她没事了，她男朋友是讲完了。